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啊，美国公布了它最新型的战略轰炸机，就是 B-21型的隐身战略轰炸机。但是呢，它拿出来的这个镜头啊，是一个主视图，也就是从正面啊机头方面啊拍下去的。它没有把就是飞机的后半部分、后缘，还有就是尾喷啊这部分拿出来。所以就从它展示出来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它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个目前呢，就是世界上在服役的这个战略轰炸机里边，只有美国的 B2是隐身的轰炸机啊。你比如说 B1B 啊，它是超音速的，包括这个 B52啊，它不超音速，但是呢，它也不隐身，只有 B2型隐身的。那么 B21呢，就和 B2啊相比，起码它在外边就我们看到的这些布局方面有一些变化。第一呢，就是进气口啊更扁了，更平滑了，也就是说，它暴露的这些部分呢更少了。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的隐身性会比 B2更强一些。还有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机身的长、高、宽这些比例呢是 B2的缩小版。那既然体量缩小了，那么它的这个重量和相应的就是它的这个体积都会减少。但是我们注意到它的这个下边有个阶梯形，也就是说它的机腹部分呢实际上是并没有减小的比较明显。那就是说它想达到一个就是飞机的总体的尺寸减小，但是呢它的弹舱部分，比如说这个油箱就是你要装油嘛，还有一个你要挂弹挂在各种的这个炸弹，还有呢就是你起落架收起来要藏起来这些部分呢并没有减少。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和 B2比，就是体积减小了，但是载弹量和它的这个就是挂载的这个容量并没有减小。还有呢，就是 B2它是双前轮，后边呢应该是有8个就是轮胎。从这次看 B21呢，前面也是2个就是这个前轮，但是呢后边好像是4个就是这样的后面的主轮，而且它这个轮胎的直径呢比原来的就是B2呢要大一些。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说是1米的话它现在可能是1.2米到1.3米，也就是增加了20-30公分。那这样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说这个飞机总的重量可能减轻了。而且呢，它在起飞或降落的时候呢，对机场跑道的要求呢要有一些降低因为它的轮胎的这个直径相应的增加了。再有呢，就是它并没有展示它的这个尾喷就是尾喷口和后面的后缘这部分。但是我们从正面看就是除了它的进气口扁平以外，它的这个座舱实际上呢也比原来的要突出一些，就是像个三角形。而且呢，它的这个驾驶舱呢，也就是前面的玻璃呢更小一些。那也就是说它的视野并不好。视野并不好，说明它对飞行员驾驶的时候呢，对这个飞机的整体的结构要求可能就强度上可能要增加。但是呢，它的自动化程度可能要更高。因为我既然眼睛看不到，视野不是那么很好，但是我从仪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装备上呢，可能做一些弥补。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应该说从总的来讲，它的隐身性会更好，它的突防性能会更好。当然美国防长奥斯汀说，就目前的世界各国的这个防御系统来说，你都很难发现就是 B21它的存在，也就是它的突防性打进去之后呢，你是根本不能发现。但是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它只讲了 B21的长处和它优势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你的这个隐身飞机对于专业术语而言，它叫低可探测性，也就是 B52这样的飞机或者 B1B 这样的飞机，在100-200公里以外，雷达就能发现了。但是呢 ，B2可能要近到10几公里、20公里你才能发现它。那么 B21可能也是如此，因为它有一个经济可承受性就是这个 B2的这个造价，比如说它是100吨重，那就相当于100吨的黄金，而现在的这个 B21的造价，目前美国公布的是7.5亿美金一架，就是它有一个可承受性。那么你的这种低可探测性，并不是说你在
雷达上就完全看不见了啊，而是说这个比较近的时候还是能看见。但是你对光学器材，比如说我们讲的啊，大家可能常见的就望远镜嘛啊，这样的东西你是不隐身的。还有一个，你对卫星是不隐身的，就是你在飞机场停着的时候你是不隐身的，你起来之后人家照样从卫星上能看到你。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你的这种大型的飞机，它的噪音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说作为海军来讲，它的声呐是探测潜艇用的啊，在水里探测潜艇用的。但是声呐特殊的声呐是不是可以拿到空中去探测飞机呢？啊，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呀。那么如果人家的国家在防御上啊，就是用它的光学器材，用它的卫星侦察器材，用它的这种声呐，就是特别的声呐啊的器材综合起来，来捕捉你这样的飞机的话，其实你还是可能被发现的。一旦你被发现之后，你的飞机飞行速度再快，你跑不过导弹，你跑不过其他的歼击机，所以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安全、绝对的隐身。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